是。去你丫的！注意对方的后高手，是啊，糟糕，这个太重了，太重。泰国拳王曾击败过中国选手魏睿，这一次又嚣张来华挑战。魏睿等待这一天足足等了3年。上一次俩人交手是在泰国，不太了解泰拳的魏睿吃了哑巴亏，被泰国拳王狠狠暴揍了一顿，并输掉了比赛。然而泰国拳王也不是什么善茬，3年前能狠狠暴揍魏睿的人不多，泰碗里算是当中实力最强的那一个，曾连续斩获多项世界冠军金腰带。3年后的泰碗里自然不是一个软柿子。反观魏睿已经不是当年的魏睿了，此时的魏睿就像是一个饿疯了的雄狮，急需一个嗷嗷待哺的小绵羊续命。没想到复仇的机会来得这么突然，无比兴奋的魏睿简单备战了一番，就登上了擂台。虽然泰碗里是挑战者，但魏睿可是复仇者，进攻欲望自然要比泰碗里强烈一些。看一上来还是抱着这个泰式的这种战架，是。对于魏睿来说，这个战架已经魂牵梦绕了很久了，我非常想复仇你的。这是我一直等待的这个战架的姿势。据说啊，只是据说，台湾里的赛前其实并不太想进行这场比赛。因为魏睿的最近的状态风头非常好，对，两个人都是反架，谁打谁都别扭。是，刚才我们还说这俩3年前不是很了解泰拳的魏睿，此时对泰拳相当之了解，甚至比泰碗里还要了解泰拳。面对泰碗里所实施的泰拳报价，魏睿也是没有一点着急，而是利用步伐的虚晃来干扰泰碗里，试图让泰碗里的报价放松一点。他这机型并不是说我出动作很多，在整个的身体语言上对你的感知上，我会做很多身体的防御，还有反击的东西。对，我们可以重点的看一看他们的步伐移动，好漂亮！斯登，魏睿是一个控场型的选手，在整个的表现中控制能力是很好的。刚才这俩人的第一回合看似没有实施动作，其实在内心已经打起来了。长时间的虚晃让泰碗里有点浮躁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不该出手时就一直虚晃。魏睿的晃来晃去让泰碗里无从下手。一个相对于邱建良的轻灵，铁英华的碾压，吉祥的硬朗，魏睿是更像一个这个文武师，他更喜欢控制场上的这种节奏。是。而且这样的运动员呀，往往对于自己的要求呢，他会更高。对，而且在战略层面上，对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总说这个完美主义者魏睿可能在战术控制上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魏睿的进攻很稀少，但打出的每一招都很精准。反观泰碗里一直在虎视眈眈盯着魏睿。3年前的魏睿稚嫩年幼，3年后的魏睿成熟老练，实力强悍。泰碗里根本想不到魏睿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，这一切都要多亏泰碗里。要不是泰碗里将魏睿击败，魏睿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短板在哪里。所以说这一切的使用者就是泰碗里。面对昔日的对手，魏睿一点都不含糊，直接就是往死里打。肯定是要捍卫自己的荣誉，但是呢，这个魏睿呢想赢但不急。相对于这个其他选手，魏睿的这个拳的力度呢，并不是很大。对，他更擅长是3下，就是3次以内的这种进攻的这个成功率。漂亮，2个前刺。这场比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泰碗里退步了或者怎么样。我们看到泰碗里第2回合开始了，泰碗里开始发起猛攻。前面3分钟只是一个简单的试探环节，毕竟俩人3年没有打过比赛。这一次泰碗里来华挑战，对于魏睿来说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复仇机会，坚决不能错过，一旦错过将会遗憾万千。与对攻，这个时候会出现，有时候会出现赌8秒这样的情况，也有压住阵脚，然后到第3回合我来反击你这样的一个战术。两个人呢，就是身高呢都是很高的，魏睿是75，泰碗里是73，差了2厘米。泰碗里的这个前手刺拳真的是效果。逐渐适应泰碗里节奏的魏睿开始高密度出拳，连续的重拳出击并没有摧毁泰碗里的意志，而是激发了泰碗里体能的潜力。反观魏睿可管不了那么多，继续用灵活来与泰碗里进行对抗。面对灵活的魏睿，泰碗里也是很无奈。左右再动一下，左右再动一下。一手，前刺，连续的进攻。在刚才的一轮对攻中，泰碗里展示出来自己对本次比赛备战的充分。是，他的对于这个节奏的控制，对于距离的控制魏睿果然够狠，
不服气的泰晚礼还指了魏睿一下，看来泰晚礼真的是小瞧魏睿了。爆发力拉满的魏睿直接重拳出击，瞬间打了泰晚礼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下泰晚礼该对魏睿刮目相看了。没想到3年前的小伙子竟然变得如此厉害。泰晚礼还是非常有经验。刚才是魏睿，这个是勾倒啊，这是勾倒了，并不是被击倒，并不是被击倒了。是刚才魏睿是把自己的右腿，也就是自己的前手腿，直接拉到后边，然后做了一个后手拳。对，现在对方被读了一个重击，虽然没有被读秒，但是在裁判的印象分和这个重击分数，魏睿的表现不仅让在场的观众大吃一惊，就连泰晚礼心里都咯噔了一下。面对魏睿的灵活击打，泰晚礼只能实施防守反击，完全没有实施主动出击的余地。越打越来劲的魏睿直接把灵活度拉满了，泰晚礼的防守反击根本打不到，然而魏睿的进攻却能1五1十的命中泰晚礼。魏睿开始打出这波高潮。泰晚礼的前刺拳，又一次刺拳，泰晚礼的刺拳是很准的，对，就像瞄准了的狙击枪一样。但是他的后手拳没有怎么击中魏睿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前刺只能控制距离，对，但是很难造成魏睿的连续的轮摆啊！看这个复仇的这个想法有多强烈。是被揍一顿的泰晚礼还很坚强，依然在擂台上与魏睿展开正面对抗，根本不再怕的。看来泰晚礼对魏睿的伤害一无所知。漂亮，优势拿在手里，是能够继续保持。两个人打出火了。好，第3回合的较量开始了。泰晚礼这一回合一定要多做这个自己的重击有效进攻了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俩人的出拳密度都已经上来了。很明显，魏睿的出拳更胜一筹，连续的重拳出击已经打晃了泰晚礼。不过泰晚礼依然在苦苦支撑。对于魏睿来说，此时此刻是 KO 泰晚礼的最佳时机。抓住这个机会，保持住优势。魏睿上勾没打到。泰晚礼的调整还是比较及时的。魏睿的后手拳，继续有，继续有，打服，把防守打下来。漂亮！一次，刚才这个时间差非常漂亮。读秒了，读秒了。这样被读秒的泰晚礼已经流出了，嘴巴里都被打出了血。看来魏睿的拳头真的很厉害。读秒之后的泰晚礼眼神变得更加坚毅。此时的魏睿已经准备结束比赛了，泰晚礼再这样坚持下去也是无意义。但是魏睿并不想稳稳的结束，想要继续用进攻来给自己的这场复仇之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这场比赛魏睿已经把自己整个的气势全都拿出来了。是，没错。平头上攻，第2回合开始，魏睿整个的状态站不住了，保持优势，继续压制。经验很丰富。泰晚礼还在坚持，面对魏睿所实施的猛打猛冲，依然是不为所动。反观魏睿依然在小心行事，并没有对泰晚礼发起大举进攻。毕竟泰晚礼是魏睿昔日的敌人，虽然被打晃了，但也可以使出一招制敌的招式，非常高。结果我们这个目测的话，至少2到3拳会有1拳是中的。没错。打服。泰晚礼的这场比赛看来回天乏力了啊！口吐鲜血的泰晚礼真的太硬了，挨到了这么多重拳，依然能在擂台上保持屹立不倒，而且还能和魏睿展开正面对抗。看来泰晚礼在这3年也收获了很多，把握好这个优势。没错，不要着急，这个时候更需要冷静。是，优势已经在手里了。是的。泰晚礼防守确实已经是比较机械了。对，已经准备放手一搏的泰晚礼突然挨到了一记后高扫，其后就晃晃悠悠倒了下去。泰晚礼在即将被 KO 的边缘游荡了足足2分钟，这种选手的意志力太恐怖了。哇，而且以极度漂亮的方式，对，将对方击败。祝贺魏睿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在这个舞台上，魏睿为自己的守护和泰晚礼是值得被大家纪念的。能和如此强悍的选手打2番战，也算是魏睿的一种荣幸。能和强者对战，自身的实力也会跟随强者而增强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魏睿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